在观察一个物体的运动的时候，我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抛体运动了。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分析对应的物理现象，并介绍数学概念。为了探讨物体的运动，我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抛体运动了。现在让我们透过以下的电脑动画来进行观察。假设有一个指点摆放在原点的位置，以特定的速度朝45度仰角向上抛射。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经过抛射后，这个指点所行进的轨迹为何。然而这个答案也会随着它抛射的初始速度而有所改变。例如我们以比较小的初始速度进行抛射时，得到的结果又是不同的轨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改变仰角的角度，重新观察。例如我们将仰角缩减变成以下的角度，那么所得到的抛体轨迹也会不同。同样的，如果我们把仰角提升，就会得到不同的现象。然而在这个情境要进行分析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将这个问题化简。我们就将指点在抛射当中所对应的 S 分量跟 Y 分量截取出来，如同画面当中绿色和紫色指点的位置。如果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绿色指点对应的水平位置，以及紫色指点所对应的铅值位置，也就是它的高度，那么组合起来就可以用来诠释这个红色指点的位置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分析一个指点在直线上面进行运动的状态。于是我们考虑以下的问题：先描绘 S 轴并标注原点，接着画出绿色的指点位于 S0 的地方。假设在时间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指点以初始速度 v0 沿着 S 轴移动。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希望求得绿色指点在时间 t 所对应的位置。于是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的资讯，包括了这个指点的起始位置 S0， 还有它的起始速度 v0。所以我们希望掌握在不同的时间点 t， 它的位置 S(t)， 还有它的指点速度 v(t)， 还有这个绿色指点的加速度 a(t)。于是我们先厘清这些资讯的相互关系。如果从指点速度 S(t) 出发，要求它的指点速度 v(t) 的话，借由基础的微积分理论，我们知道可以透过微分，也就是求导数的概念来达成。理由是因为求导数也就是求对应的瞬间变化率，而速度其实就是位置的变化率，所以速度 v(t) 就是位置的导数 S'(t)。所以我们可以同样透过微分的概念，加速度 a(t) 其实就是速度 v 的导数 v'(t)， 因此它也会是位置 S(t) 的二阶导数 S'(t)。所以我们就将目标放在已知初始速度 v0 还有加速度 a(t) 的前提之下，如何求出对应的速度 v(t) 还有位置 x(t) 呢？而这个概念也是本单元的重点，称为反导函数。假设有两个函数大 F(t) 和小 f(t), 它满足大 F'(t) 会等于小 f(t), 那么此时小 f 就称为是大 F 的导数，我们也称为是导函数，而大 F 就称为是小 f 的反导函数。于是我们就将目标放在已知小 f 的前提之下，如何透过逆向的操作求出它的反导函数大 F(t).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以下的范例。假设大 F(t) 等于 t 的3次方，那么经过简易的微分公式，我们发现它的导数大 F'(t) 就等于是求 t 3次方的导数，而借由简易的微分计算公式，它的答案是 3t 平方，假设为小 f(t). 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小 f(t) 也就是 3t 平方就称为大 F(t), 也就是 t 3次方的导数。相对而言 t 3次方就称为是 3t 平方的反导函数。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计算方法来求得小 f 的反导函数呢？在这之前，我们考虑以下延伸的讨论。
假设大 G of t 定义为 t 的3次方加1，而大 H of t 则定义为 t 的3次方减5，则经过简易的微分运算，我们发现大 G of t 和大 H of t 的导数同样都是 3t 平方以及小 f of t。所以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不论是大 G of t 的 t 3次方加1，或是大 H of t 的 t 3次方减5，皆为小 f of t 3t 平方的反导函数。所以从这个结论来看，我们得知，如果要求小 f 的反导函数，那么它的答案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所以我们就不禁要问，怎么求出小 f 它反导函数的一般式呢？综合上述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如果我们要求出小 f 定义为 3t 平方的反导函数，那么借由上方的讨论，函数大 G 跟大 H 的表示方法，可以归纳出它的一般式应该是大 F of t 再加上某个常数 c 的样貌，以及 t 的3次方加上常数 c。这个概念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根据微分的基本运算，常数 c 的微分会等于是0，所以如果我们加上任意的常数 c 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微分必然会相同，均为小 f 的反导函数。借由刚才的讨论，我们就得到重要的结论。假设大 F of t 是小 f of t 的一个反导函数，而我们尝试求小 f of t 它反导函数的一般式，必然为大 F of t 加上某个常数 c 的形式。所以为了求解反导函数的问题，我们就意识到求出一个对应的反导函数大 F of t 就是解题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妨考虑以下的公式。我们绘制一个表格来诠释反导函数的对应关系。上面我们考虑原来的函数小 f of t， 而下面则是对应的一个反导函数大 F of t。首先我们考虑小 f of t 为常数 k 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该常数 k 乘上变数 t 所得到的 kt 函数，就是小 f 对应的一个反导函数大 F of t。接着我们考虑次方的反导函数，假设小 f of t 是 t 的 r 次方，在此时 r 是不等于负1的常数，那么它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大 F of t， 经过解释可以发现为下方所对应的 r 加1/1乘以 t 的 r 加1次方。如果我们将下方的大 F of t 进行微分的话，的确就可以回到上面 t 的 r 次方所对应的结果。当然，我们所考虑常见的函数还包括了基础的三角函数、sin函数跟 cos 函数，所以我们也建立对应的关系。假设小 f of t 它是 cos 函数 cos t 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其实就会是 sin of t。另一方面，如果函数小 f of t 等于 sin 函数 sin t 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大 F of t 就等于是负的 cos t。在这个表格的对应当中，我们可以将下面的函数大 F of t 带入微分运算的公式，得到上方的函数小 f of t。因此，这边所建立的反导函数公式会是成立的。现在就让我们利用刚才所建立的反导函数公式表来解答以下的问题。假设有一个函数大 F of t， 它所对应的导数为 4t 3次方减掉 6t 平方加上 2t 减5，而且它满足大 F of 1等于是7。请试求原函数大 F of t。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上述的公式套用在涉及次方的部分，求出对应的反导函数。例如，第一个次方涉及 t 的3次方，我们就使用上方次方函数的反导函数公式，当中的次方 r 就对应于3，所以套用上方的公式 ，t 3次方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即为下述所呈现的3加1/1乘以 t 的3加1次方。同样的 ，t 平方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再次使用上方所对应的次方公式，定义 r 等于2的情境，我们就得到 t 平方的反导函数应当为2加1/1乘以 t 的2加1次方。而 t 这个一次式的反导函数就对应于 r 等于1的情况，所以它的反导函数
即为下方所呈现的1+1^1乘以 t 的1+1次方。而最后则是常数项5的部分。此时我们可以考虑上方对应于常数 k 的形式，定义 k 等于5，所以它的反导函数就应该是 5t。可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反导函数，所以根据上个页面所呈现的结果，它可能还加上某个常数 c。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式子化简，就会得到后方的 t4次方减掉2倍的 t3次方加 t 平方减 5t 再加上 c 的形式。不过我们还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大 F of 1等于7的事实来求出对应的常数 c。所以我们将变数 t 用1代入，根据上方所得到的结果，大 F of 1也就是 t 代入之后，右上方的结论应当为-5再加上该常数 c。可是根据已知的条件，它又会等于常数7，所以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常数 c 等于12的事实。于是再将这个结果代入，我们就可以求出原来的大 F of t 应当为 t 的4次方减掉 2t 3次方加上 t 平方减 5t 再加上12。所以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善用上方所得到的反导函数公式表，就可以让我们顺利解答反导函数的求值问题。在认识了求反导函数的技巧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原先的题目。假设有一个质点，它在 S 轴位于 S0 的地方，在时间 t 等于0的时候，以初速 v0 沿着 S 轴移动。那么我们想要求该质点所对应的位置还有速度。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化简。假设这个质点的加速度是一个常数，也就是假设 a of t 等于常数 a 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求出在任意时间 t 这个质点所对应的位置 s of t 还有速度 v of t。由于加速度 a of t 其实就是速度的导数 v' of t， 所以我们就有 v' of t 等于 a of t 等于常数 a 的条件。我们可以套用刚才所建立的反导函数公式，对应第一项常数函数 k 的情况，我们将 k 以常数 a 代入，得知它所对应的一个反导函数就是函数 at。不过别忘记了，它可能还差一个函数，所以我们再加上希望，就得到 v of t 这个速度函数的一般式。由于这个质点在 t 等于0的时候，初始速度为 v0， 所以我们将 t 等于0代入，而根据上方的结果 v of 0其实就应该为常数希望，可是这也应该为这个质点的初始速度 v0， 所以我们就得到希望等于 v0 的结果。将它代入之后，就得到 vt 等于 at 加上 v0 的一般式。接下来我们试着求位置函数 s of t。由于位置的导数 s' of t 应该就等于是速度函数 v of t， 即为上面所得到的 at 加上 v0， 所以我们再次使用反导函数公式。而前面涉及 t 的一次项，它所对应的反导函数，依照上方的公式，应当为1/2的 t 平方。而常数 v0 所对应的反导函数应该是 v0t， 所以套入后，我们可以得到下方 s of t 的一般式。然而在此，别忘了还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常数 c2。经过整理之后，我们就得到1/2 at 平方加上 v0t 再加上 c2。接下来再透过原先的条件，这个质点的初始位置应当为 S0， 所以我们将 t 等于0代入位置函数，我们得到 s of t 借由上式应当为 c2 的常数，它应当为起始位置 S0， 所以我们就得到 c2 等于 S0 的结论。再带回上式，我们就得到速度 v of t 的一般形式，即为1/2 at 平方加上 v0t 再加上 S0。透过以上的推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重要结论。假设有一个质点位于 S 轴上，在 S0 的地方以初速 v0 而加速度为常数 a 的前提之下进行直线运动，则这个质点的位置 s of t
和速度 v of t， 可以由以下的公式来诠释。它在时间点 t 的速度 v of t 应为 at 加上 v0， 而它所对应的位置函数 s of t 应当为at 平方加上 v0t 再加上 s0。我们可以透过以上公式的掌握来分析这个质点运动的行为。当然，除了水平运动之外，这个公式也可以运用在牵值运动上面。我们来考虑以下的情境：假设有个物体在高度等于0的地方，我们将它向上抛射，而它的初始速度为 v0， 那么它就会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其数值为负 g。我们希望可以分析这个物体向上进行牵值抛射的运动轨迹，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刚才所得到水平运动的公式。假设将质点以初速 v0 向上牵值抛射，那么由于重力加速度为负 g， 我们可以求得质点的高度 h of t 和速度 v of t 的一般式，即为 v of t 应当为负 gt 再加上 v0， 而 h of t 等于负gt 平方再加上 v0t。在此，上方的 s0 就对应于起始高度 h0， 也就是0，而上方的初始速度 v0 也就是下方的 v0， 而上方的加速度 a 则对应于下方的重力加速度负 g。最后，我们再考虑另一个特殊的情势，也就是在初速度 v0 等于是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落体的运动方程式了。最后，让我们回到原先的提问：假设水平方向为 x 轴，而高度则为 h 轴，有一个质点位于原点，以 θ 的仰角向上抛射，它的初速为 v0， 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显然会有向下的重力加速度影响，其大小为负 g。为了分析这个质点的运动，我们可以依照先前所提示的，把它分解为 s 轴方向的水平运动，也就是 s of t， 再考虑牵值高度的运动方向，也就是 h of t。那么 s of t 跟 h of t 皆可以视为直线上的运动。于是我们可以透过刚才所介绍的分析方式，推导对应的方程式。其中在水平方向沿着 s 轴的移动，这个质点在水平方向的初速应该是 v0 乘上 cosθ， 而它所对应的加速度应当为0。所以根据前面的介绍，它在水平方向的位移 s of t 应该是 v0 乘上 cosθ 再乘以 t。至于它在牵值方向高度的变化，则对应的初速应该是 v0 乘上 sinθ， 而对应的加速度应该为常数负 g。所以再次使用前面的推论，高度方向的位移 h of t 应该为负的gt 平方再加上 v0 乘上 sinθ 乘以 t。透过这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掌握抛体运动的轨迹了。现在让我们借由电脑动画加以观察。首先，我们将这个质点以仰角45度的方式向上抛射。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所形成的轨迹是一条抛物线。当然，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质点抛射的初速。如果抛射的初速比较小的话，它就会得到另外一条抛物线的轨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调整它仰角的角度。如电脑模拟的显示，比较高的仰角就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位置，形成另外一条迥然不同的抛物线。接下来我们考虑其他的特殊情况。我们假设选取 θ 等于是0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水平抛射的轨迹，如同电脑动画的显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选择 θ 等于90度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向上的牵值抛射，而它所满足的方程式就是前一个页面所展示的结果。最后，如果我们设定初速 v0 为0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大家所熟知的自由落体。请大家借由电脑动画的模拟来观察自由落体的运动状态。在这个课程，我们借由抛体运动导入了反导函数的概念，它其实是微积分课程的另一大主题。如果可以掌握对应的技巧加以应用，将会为我们物理学的学习
提供莫大的帮助。